当费建中在管家的搀扶下来到费家庄原主别墅门口的时候，费可欣的车队也刚好抵达，而费家的其他人此时也都跟着走了出来。费可欣下车后看见爷爷亲自出来迎接，心中立刻便明白了爷爷的心中所想，再想到自己贴身的兜里还放着叶晨送的那颗散血救心丹，他的心里多多少少也有几分忐忑不安。他知道爷爷对回春丹以及散血救心丹的期待已经超越一切，作为孙女，自己理应毫不犹豫地把这颗丹药拿出来送给爷爷。但一想到叶晨之前的嘱咐，他又只能忍下这份冲动。于是他便连忙走到老爷子身边，恭敬地说道：“爷爷，您怎么还亲自出来了？”老爷子目光殷切，嘴上笑呵呵地说道：“你是费家家主，又刚刚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，我自然是要出来迎接，为你洗尘的。”说着，他连忙又问：“这次的事情应该办得很稳妥吧？我在新闻上看到了有关的报道，那个刘家辉似乎跟陈兆忠握手言和了。”是，费可欣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有叶先生坐诊，刘家辉也不敢对陈先生如何，况且叶先生这次也给足他面子了，看得出他还是挺高兴的。”“那就好啊。”老爷子笑着说道，“叶先生对我们费家恩重如山，能为他尽些微薄之力，也是我们的荣幸。”说到这里的时候，老爷子就很想问问费可欣：“你这次帮完了叶晨，叶晨有没有什么表示？”可这种话他不可能如此直截了当地问出来，于是便笑呵呵地说道：“可欣，赶紧进屋吧，也给爷爷讲讲这次去港岛的具体细节。”费可欣微微点头，与其他众人打过招呼，便与费建中一起去了书房。费家主别墅的这间书房其实一直是费建中所用，书房使用面积超过100平米，里面装修的极其考究，就算是古代皇帝的御书房都很难与之媲美。而这里也一直是费建中指点江山的地方，许多影响费家的重大决定都是他在这里做出来的。眼下费可欣虽然已经成了费家家主，但他并没有占了老爷子的地方，这里依旧是老爷子的主场。不过今天情况有些不同，费可欣与老爷子进来之后，下意识便准备去书案前面的座椅坐下，而老爷子却伸手虚空拦了一下，对他说道：“可欣，你坐到里面去。”费建中的这张书案是专门花了极大的价钱从拍卖会上拍得的，这张桌子全部采用顶级的海南黄花梨木料制成，而且工艺极其考究，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，经过明清2代，传承有序，其中甚至还曾到过朝廷宰相的手里，是费建中的心头之好。费建中在书案的内侧拜访了一把同样由海南黄花梨制成的椅子，这是他的专座，而在书案的外侧则摆放了3把稍小一些的椅子。平时在他的书房里能坐到这张书案面前的，除了他之外，就只有费家有限的几人。费可欣来了，也是自然而然的在那3把椅子里选择一个。可是今日费建中却让他坐到内侧，这在他的印象中还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。费建中见费可欣表情惊讶，便笑着说道：“可欣，现在你是费家家主，坐这个位置也是理所应当的。”费可欣连忙说道：“爷爷，这是您的书房，您的书案，我就算是费家家主，在这里也只是您的孙女。若是在集团，我坐在董事长的办公室，那是公事公办，可在家里，我怎么能坐您的位置上呢？”费建中摆摆手，严肃地说道：“费家是个家族企业，家就是企业，企业就是家。你是费家家主，这个身份不只是费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也是整个费家的领导者，就算是我，也是要受你指挥，听命于你的。”说罢，
不等费可欣说话，便先坐上了3把椅子的其中之一，随后才对费可欣说道：“可欣，请吧。”费可欣压力瞬间有些大，但还是轻轻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谢谢爷爷。”说完，便小心地坐在了费建中的对面。费建中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笑着说道：“来，跟爷爷说说这次去港岛的经过。”费可欣也没什么隐瞒，几乎把自己与叶晨上飞机之前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。不过有一件事他没有说，那就是叶晨送给刘曼琼1颗散血救心丹的事情。之所以没说，也是担心爷爷听完之后心里萌生其他念头。毕竟他太了解爷爷对求生的渴望，万一他真脑子一热，打起刘曼琼那颗散血救心丹的主意，恐怕一不小心就会铸成大错。别的不说，就算爷爷去找刘曼琼买那颗散血救心丹，这是传到叶晨耳朵里的话，叶晨心里肯定会对自己颇有微词。于是他便直接将散血救心丹的事情从叙述中做了删除。费建中听完不禁感慨道：“刘家辉真是好命啊，要不是他这个女儿，我看他这一关肯定是过不去了。”是，费可欣也赞同地说道：“您没见过刘曼琼，确实是个仙气十足、乖巧动人的大家闺秀，尤其哭起来的时候，那个梨花带雨的样子，真实是我见犹怜。我要是个男人，我也会对她心动。”费建中啧啧道：“哎呀，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，饶是叶先生有如此通天的本事，在美女面前也会情难自禁。”费可欣耸了耸肩，开口道：“叶先生对刘曼琼可能更多的是感同身受吧，两人的童年经历虽然不太一样，但也有不少共通之处。人嘛，最难得的就是共情。当男女异性在某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上找到相同的频率，那种好感是无法控制的。”费建中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看来你这次去港岛也确实帮了叶先生不少。叶先生让你给刘家辉背书，那就是看在刘曼琼的面子上，想给刘家辉一个机会。”费可欣笑了笑：“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无非就是出面说了几句话。不过对刘家辉这种体谅的人来说，作用确实还是很大的。”费建中又问：“那叶先生这次应该很满意吧？不但解决了陈兆中的所有麻烦，还将他的家人全都安顿好了，而且又认识了刘曼琼这个红颜知己，走之前也给刘曼琼的父亲留了几分面子，做够了足够的安抚，甚至还顺手给万隆店解决了10年100亿美元的经费。看来真的是想到的，没想到的，方方面面都解决到位了。”是，费可欣点头道：“叶先生这次港岛之行确实收获颇多。”费建中笑着说道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”说罢，他微微一顿，心里挣扎片刻，还是控制不住地问道：“对了，可欣，你这次帮了叶先生，他难道没有一点表示？”